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求你不要离开我。我不会离开你啊，我再也不会离开你。 什么时候买的粉色的鞋啊？去他大爷的！叶佳，小风，你这才回来，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小风，你跟我说说话吧，小风。小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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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呀，小风？叶佳，其实我知道，你早就不喜欢我了，我还傻傻的以为真的有灰姑娘的故事。 没有童话，叶佳，我们分手吧。小风，
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我爱你，小凤。我不会跟你分开的，我绝对不会跟你分开。你不是答应过我吗？永远不跟我分开。小凤，小凤，不要离开我，我不会和你分开。如此干脆，穿过山关上门头也不回。惨白的月光下，尽是狼狈，青石被晚风打碎。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我独自不醉不归。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留下我独自伤悲。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只剩我独自伤悲。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只剩我独自面对。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我独自不醉不归。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留下我独自伤悲。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只剩我独自面对。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留下我独自伤悲。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只剩我独自面对。喂，小凤，你最近怎么样？我挺好的，谢谢你关心。那你能回家一趟吗？我一个人在家，太冷清了。小凤，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你说书房的灯太暗，看书总是看不清楚。我已经给你换了一盏大功率的灯，现在书房特别亮。还有，你不是说你喜欢泡玫瑰花浴吗？我也给你把浴缸里全都泡满了玫瑰花，等着你回来。你这几天有没有见到李欢啊？李欢？他不是跟你一起的吗？他……小凤，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没事没事。这样，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找你好不好？我现在有朋友在，不方便听你电话。再见。小凤。小凤，我们出去说吧。
小风，你真的就不肯原谅我了吗？小风，对不起，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们去国外，我们远离这里。你认为我们离开这里，就真能忘记所有发生的一切吗？你听我解释啊，那天佳妮之所以那样，全部都是我妈妈指使的。叶家，别再说这些了，我已经不想听了。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小风，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只要一次机会，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肖兆业，姐姐，李欢回来了。李欢回来了。小风。李欢，你这几天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你急死我了！你的头发怎么了？从今天起，我不要再见到你了。你说什么呢？你爱上我了是不是？我一直在等你跟叶家分手的那一天，等了很久了。李欢，咱别闹了。你是不是一直以为我很喜欢你？我一直在追求你。其实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喜欢过你。自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盼着你跟叶家分手。如今我如愿了。你不会把分手的责任推到我身上吧？可不是我让你分的。你太高估你自己了。我李欢是谁？我怎么可能跟一个背叛我的女人、跟别的男人上过床的女人结婚呢？这口气我忍了太久了，如今我痛快了。像你这种女人，没钱没貌，没有教养，没有身份，一个卑贱的孤女，身上没有一丝女人的气息。我就不明白了，你这个女人怎么就孤芳自赏，自信到如此程度呢？你是不是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男人见到你都要死心塌地地跟你一辈子啊？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你走在一起，我觉得很丢人。难怪叶家没有让你进门。你跟芬妮比啊，就是云泥之比，她是云，你是什么？自己知道吧？李欢，你实在太过分了！都给我滚！楚风，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我已经忍了你3年了，我现在多看你一眼，我都觉得恶心。姐姐，没事吧？姐姐，你别难过。姐姐，姐姐。姐姐，你给我滚开！不要再让我姐姐看见你了！李欢，你这个伪君子，整天道貌岸然的教我们怎么做人，原来你才是最大的暴君！你就是我们男人的耻辱！你们这群混蛋，敢跟我斗，自不量力！姐姐，摔伤哪了？姐姐，你没事吧？姐姐，你让他走。姐姐。叶博士，他都1个星期没来上班了。是啊，最近叶博士很颓废啊，听说失恋了。叶博士第1次谈恋爱，失恋了，打击应该很大。叶博士，叶博士，别太难过。刘强，别人都说我是天才，可是我是最愚蠢的。我一点情商都没有。小凤本来是属于我的，而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我父亲60大寿的时候，李欢跟我说，我就是个可怜虫，我做得了谁的主？当时我就当是一个笑话听。可现在看来，我真的是谁的主也做不了。在生活中，又有谁可以自己做主呢？这事我略有所知。你们家是因为希望你跟林佳妮小姐在一起。
佳妮，小凤早就提醒过我，让我不要跟佳妮来往。可是我没有听她的，我是觉得，我从小看着佳妮长大，我了解她，她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孩子。可没想到，她竟然……算了，不说这个了。我是真的对不起小凤，我母亲一直都看不起她，处处为难她。可是她为了能和我在一起，她一直卑微的忍着，可我却什么都没有替她做，只是一味的让她迎合我母亲。叶博士，要不你和冯小姐沟通一下，说不定还有机会。不会再有了。发生这种事情，小凤怎么可能原谅我？我都不会原谅我自己。换作是我也不会释怀。这些是常有的事儿，您别太难过，想开点吧，啊？我就是一个胆小、无知、懦弱的男人，我什么都不是。我配不上小凤，我也不值得小凤这么对我。她每次出事的时候，我都不在她身边，我还不如李欢。李欢对她的好，我根本就比不上。刘强，你知道吗？我现在特别害怕回家。我送给小凤的香水、衣服，现在全部放在原地。我在浴缸里还给她泡满了玫瑰花，好等着她。家里的一切都没变，变的是小凤不在了。这种滋味你知道吗？男人啊，是需要经历才能成熟的。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想开一点，别太难过了。生活总是要过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也不负我的真。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也不负我的真，我的真。
怎么，有什么情况吗？有人进古屋子了，你来看。早上这个梳子上明明有头发，现在这些头发都没了。而且所有的门窗我都检查过，没有任何被撬的痕迹。老大，您的头发怎么又白了一些了？峰峰怎么样了？冯小姐休息了几天，没什么大碍。她的朋友猪猪一直陪着她。不如这样，老大，我看我还是从冯小姐那儿撤了吧。你的安全更重要。不，你要继续保护她，而且不能让她察觉，不能让她感觉到有人在监视她。她一个人出去的时候要格外小心。老大，我真的不明白，你那么喜欢冯小姐，为什么还要和她分手？我现在情况十分危险，凡是我身边的人都会受到牵连，尤其是峰峰。我不想让他受到一点的伤害。可是你的良苦用心，冯小姐彻底误会了，而且对她的刺激也太大了。叶先生，李欢又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什么情况？李欢和冯峰已经彻底决裂了。呵呵，真有意思。李欢失踪了好几天，突然出现，第一件事便是和冯峰分手。我也觉得奇怪，这李欢这么千辛万苦的从叶家的手中抢走了冯峰，怎么就决裂了呢？这一点也不奇怪。男人爱权、爱钱或者爱色，总要挑一样好的。像芬妮这种美女，李欢要和冯峰分手，这很正常。毕竟，男人难以忍受自己的女人曾经和别人同居，在心里面那是一根刺，那根刺刺深了，放手就快。其实啊，我倒认为从冯峰下手不失为一条好的捷径，因为我们要动李欢的话，就有点麻烦了。不行，冯峰虽然是孤女，但是和她有关系的人要是锲而不舍地追查起来，那很麻烦。哎，谁会追查她呀？她只是认识李欢，在这个社会上也没什么背景啊。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动冯峰，因为他比李欢更麻烦。再说，冯峰本身没有我们所需要的，拿下他没什么意思。为今之计，也只能是从李欢下手。这怎么回事？姐姐，6号桌结账。哦。姐姐，你还在为遥控器的事难过啊？姐姐，我突然有点害怕。害怕什么？你说遥控器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呢？他不是跨越千年的古人吗？我也觉得蹊跷。李欢来到现代以后，容貌一直都没有变化，还和穿越之前是一个样子。难道他真的变成现代人了？可是，我们几个也经历了1000多年，依旧保持着当初少年时的模样。李欢为什么会变啊？姐姐，你说以后我们的身体机能是不是会跟着一起衰老？我们会不会死啊？
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李欢他现在好奇怪。不要想了，姐姐，我先干活了。嗯。哥，找我啊？叶波啊？李欢和小凤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回事？我哪知道啊？那李欢把小凤带走了，现在又扔下她一个人，玩什么小事？到底什么情况？这我也奇怪啊。按理说，我大哥这么有情有义，他不能干出这么残忍的事儿啊。叶波，你们平时走得近，他就什么都没跟你说？哎呀，我们都很久没有见过面了，不过打个电话，那无非也就是嘘寒问暖。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能肯定，大哥这次一定会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他干什么大事我不管，我就是担心小凤。哼，你俩天天担心小凤爱小凤，这追到手了，把人家又伤害了，你们这算什么呀？你懂什么呀？啊，是，我不懂。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你和林佳妮的事已经影响我们集团的生意了。啊，老爷子现在正在上火呢，分分钟不让我出来忙，一点私人时间都没有。你还有事没？没事，我走了啊。酒不错啊。大哥。哎，好。三弟，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大哥，你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鬓角都白成这个样子了，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没事，什么事情都没有。你支开了所有人，一定有你的苦衷啊！好，你不想说，我不逼你。你既然都知道了，干嘛还来问我？我从小到大，前呼后拥着一群狐朋狗友，可我从来没有一个真心朋友。自从我遇见你，我这心里觉得我特踏实，真的特别踏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你保护我，大哥。我不知道你遇到什么事情，但你如果还记得我这个三弟的话，请你记得一定要来找我，就算去杀天王老子，我都支持你，大哥。三弟，你这又是何必呢？傻瓜。大哥，你总跟我说你是我的后盾，现在我只想跟你说，我就是你的退路。你的三弟永远支持你。姐姐，你不能再这么消沉下去了。你总是鼓励我们坚强自立，你也要坚强自立，好不好？你独立自强，心眼又好，坚强起来好不好？你要坚强起来。
谢谢你，肖兆业。没想到现在是你来安慰我。芬妮，什么？你说现在确定要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了吗？谢谢你啊，芬妮。太好了，姐姐！恭喜姐姐，我们可以拍电视剧了。要拍电视剧，可不可以找我们几个来演小说中的小暴君啊？差不多吧。耶！那姐姐，我先忙了。网络美女作家冯冯小姐的小说《拐个皇帝回现代》已经被乐视网所买断，即将被拍成一部电视剧，成为乐视网今年的一部定制剧。小说的万千粉丝对此充满期待。那么现在签约仪式正式开始，有请孙总和冯冯小姐。大家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孙总、冯小姐，还有我们的合作方叶总一起合影留念。小姐，我也是你的粉丝。芬妮，你能来我真是太开心了。你开心我就开心啊。幸好有这本书，还能在你脸上看到笑容。谁让我是打不死的小强呢？你好，麻烦你好，需要什么帮助吗，把先生？帮我转交给冯小姐。啊，好的。啊，对了，希望你的《拐个皇帝回现代》这本书大卖成功，好吗？谢谢，祝贺你。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改天请你吃饭。没问题。打电话，拜拜。拜拜。冯小姐，有位先生让我把这束花交给你，说恭喜你。他人呢？哦，他刚走。李欢，李欢，你到底怎么了？你头发怎么都白了呢？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是不是生病了？我带你去看医生。我没事，我只是不想见到你。你不想见我，为什么还要送花给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你没有告诉我？峰峰，你走吧。你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到底出什么事了？我只是想报复你，我现在的目的达到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以前发生的事情都是假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只剩我独自面对。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只剩我独自面对。姐姐，回来了。姐姐，这花好漂亮，谁送的呀？一个粉丝。姐姐，你开了一天的会，也累了吧？休息会儿，我让刘玉给你倒茶。走。肖兆业，陪我去办点事情。什么事儿？跟踪一个人。谁啊？剑颤动得很厉害，半夜都能听到砍杀声，值班人员都很害怕呀。这种现象，科学也无法解释啊。最近世界上海啸、陨石、天坑，各种异象频现，我想，肯定会有大事情发生。坐吧。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哎呀，没事儿，我也刚到。李焕，你这儿怎么了？哦，突然想搞行为艺术，兴致所致，就挑染了一些白发。可是你这么看有点显老。我人本来就老了嘛。哎呀，李焕，你不是很爱峰峰吗？你怎么那么对他？峰峰跟叶家分手了，孤男寡女的很不方便。胡说！你们俩以前一起同居过，肯定发生过什么肌肤之亲，你这话怎么能让人相信啊？男人跟女人做朋友，总是很不方便的。关键现在峰峰没有什么朋友，你们连朋友都已经做不成了。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为了报复他。为什么？峰峰喜欢叶家，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他性子很倔，很难改变。他虽然跟叶家分手了，但是心里还是喜欢他。也是，你说的也有那么点道理。其实我照顾峰峰完全是出于道义。像他这种性格，变化又这么大，真的很古怪，很不适合我。其实我早就应该放手了，强求是得不到幸福的，重新开始，这才是我要的。说的倒是挺潇洒，我总感觉你有点言不由衷。芬妮，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哼，男人撒起谎来可比女人厉害多了，这一点我真见识过了。李焕，峰峰很单纯，太容易相信人。但是我不是小峰。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大家？老板，哎，结账。好的。
好，97块。不用找了，哎，谢谢啊。姐姐，你在调查遥控器吗？别多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师傅，跟上那辆车。在这等我。好。4月12日，这是我买给她的第11条白裙子。我答应过她，要给她最好的东西。谁让你来的？
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见面了？李欢，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真想帮你分担。你作为朕的妃子，不守宫规，不顾朕的严命，居然跟家业那个淫僧一起私通私奔，这本已是死罪。朕已经记往不咎。而到了现代社会，你依然不顾朕的严命，竟然跟叶家同居。你以为朕是仙人还是圣人，能接二连三的忍受吗？我很后悔，当初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来到现代以后，我总是想办法甩掉你。我打你，骂你，都是因为你当初杀了家业。可是不管我怎么对待你，你还是对我那么好。当我无助的时候，你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我面前。可是我却忽略了你对我的爱。当你失踪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爱的人是你。可是我爱的人不是你。是芬妮。难道你忘了我们的点点滴滴了吗？难道这些衣服还有那束花都是假的吗？中秋节，我给冯冯买了5条白裙子。情人节，我给冯冯买了1条白裙子。圣诞节，我觉得还是白色的衣服最适合冯冯。这些都是假的吗？有些时候，你拼命想要得到一样东西，可到最后，却发现不合适。或者说，它没有任何的价值。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留下我独自伤悲。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只剩我独自面对。放手了，就轻松了。我明白了，以后我不会再妨碍你了。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幸福。究竟爱谁？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留下我独自伤悲。我哭
从此，我们不到黄泉，不相见。不，到了黄泉，也再也不见。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这生我独自面对。姐姐，你还好吧？我们回去，走。姐姐，上车吧。爸，叶佳，事情过去那么久了，该忘记就忘记吧。男人啊，不要总陷在儿女情长当中。可是，终究还是我辜负了他。叶佳，你读了那么多书，应当知道，古往今来，没有哪个伟大的成功者不是孤独的。你把你的聪明才智浪费在爱情上，实在太可惜了。叶佳，我现在做的这个研究，对整个人类来说，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来吧，和爸爸一起改变这个世界。刘玉，有什么事儿吗？姐姐，就是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有一家网吧老板找我去干活。去做什么呀？玩家。玩家？啊。可靠吗？可靠啊，我经常去那里打游戏的。那你去吧。姐姐，你同意我去了？为什么不同意啊？你玩游戏是一把好手，如果将玩乐发展成一门职业，也挺不错的。去吧。姐姐，对不起。没有什么可对不起的。希望你能发展得更好。谢谢姐姐。
老板，老板，我来上班了。哦，走，上楼吧。哎，你看着点啊。这边。哎，老板，咱们不是要去工作吗？怎么来这儿了？走，快走，玩点。别追了。遥控器。李大哥，李大哥，谢谢你，救命之恩没齿难忘。这件事情，谁都别说，千万别告诉冯峰，知道了吗？知道了，知道了。他们是什么人啊？为什么要抓我？他们是来抓我们几个皇帝的。这么说，慕容熙、浮生、刘子业他们已经被抓走了。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们啊？我正在调查此事，记住，这件事情一定别告诉冯峰。记住了，记住了。你们仨还真是白痴啊，连个小屁孩子都搞不定，让我向老板怎么交代？老大，你是不知道，人本来已经抓到了，可万万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那两个人，他们很厉害，我们打不过呀。他们什么人啊？不知道。不知道？长什么样总该知道吧？那两个人，他们都很高，其中有一个看起来很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我想不起来了。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好像是那个股神。股神啊！妈的，离婚又是你！老大，吃点东西吧。你这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身体这样下去，受不了。贺宇，你也走吧。当年，如果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恐怕早就死在别人刀下了。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峰峰怎么样了？冯小姐自从把书卖了之后，人也精神了好多。她和猪猪经常去逛逛街，看看婴儿用品什么的。继续跟着她吧。这你放心，老大，她现在很安全。我不在的时候，还有别的弟兄保护她。对了，今天抓刘玉的那个网吧老板，还有那两个帮凶，看来身手不凡，并不是一般的大手。是啊。上次袭击我的那个人，有没有什么眉目？有眉目了，道上弟兄查到了，这个人叫蝎子，神出鬼没，心狠手辣。蝎子，蝎子。接下来我们怎么办？也许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错误。这什么地方？跟我来。
你把剑再动了。这剑上的丝丝血迹，是当年我用它在冯峰的脖子上留下来的。经过了1000多年，这血已经变成了青红色。我每天晚上梦到的，就是这把宝剑。老大，这就是你那天提到的那把宝剑。对，鳄鱼。如果我跟你说，我是1000多年前的古人，你会相信吗？老大，这怎么可能？你还不到30岁，开玩笑吧？我是从1000多年前穿越到你们这个时代的。您说什么？当年，我突然消失在莲华山，御林军找不到我的尸体，就把我的衣冠还有这把宝剑合葬在了棺材里。3年前，叶佩发现了我的墓。拿到了这把剑。1000多年到现在，什么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有我和他。我最近感受到他在呼唤我，他既然有这种意图，说明一定会有事情发生。他是我的，我要把他带走。这把剑钝了，如此靠近的时候，应该掉下来一缕。